这第一个 baby 就是我的娜娜酥，就是你们的所谓的黄梨饼啦，然后还有就是牛油饼跟我们的黑巧曲奇。入口即化，不用咬，那含在里面哈，其实马上那个饼皮它的那个香味先在你口腔散开来，然后那个娜娜的味道就慢慢散发了。所以就是说这个配方呢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了，但是他给我们这个配方的时候，他就是一直提醒我们，你们要用这个配方没问题，我可以给你们，但是有一个条件。那我们一开始以为是一些回报，其实不是，他只是很简单，他讲说你们就真的要用很好的黄梨来做。如果我们要做下去的话，就变成是我们对麻吉的一道承诺。Oh my god！ 我起鸡皮疙瘩了。我跟这个农夫买的呢，他是连那个除草剂他都不用的，如果有野草呢，他都是用手拔，所以都是以健康为主的。吃好玩好生活好，熊猫陪你到处跑。是的，大家看哦，我后面这一个白色的墙，这个是 SS2 的一间住家，但它其实是一个工作坊。什么工作坊呢？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 logo 吗？哦，它就是一道他们的工作坊。那为什么我会在这边呢？大家也知道哈，我从2026年开始，我就有一个新的计划，就是叫做开箱试吃。那么我就有联络各个商家了哈，就是看谁人愿意把他们的产品寄给我试吃。然后一到就是其中一个有回复我的，那很开心哈，他们愿意把他们的一些产品给我试吃，因为是 SS2，我会经常有过来，所以我就跟他们说好，不用寄。我自己过来拿。前几天我来拿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聊一下，然后突然间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不可以，你们的这个产品我不可以拿回我的家拍，我一定要来你们的工作坊拍，因为你们的整个工作坊的氛围很棒，你们创业的故事很激励人心，你们的态度，你们对于你们的产品那个食物的认真，你们的整个热情，我觉得我想分享给我的观众朋友。于是我就跟他们讲，可以不可以我来你们这边拍，很开心，也很感谢他们，很爽快的就答应了。话不多说，我就带大家进去他们的工作坊看一看他们的一些制作，以及给他们分享一下他们整个创业的心路历程。当然我会现场试吃他们新鲜出炉的3大天王是什么呢？等一下再给大家看。现在我先去找他们 ，Let's go。嗨，你好，你好，打扰了。不会，来，哇哦，来参观一下。嗨，欧生，大家看看。来坐，吃饱了吗？吃饱了，谢谢你。在忙什么？在忙着 packaging 的东西咯。大家看。做好了，现在就是要打包了。各位观众，很可惜你们不能够透过我的相机闻到他们的香味。我跟大家讲，一进到来那个香味扑鼻啊！所以大家看，知道为什么我说我一定要来拍了吗？我一踏进他们的工作坊我整个人就很舒服。什么舒服？我相信大家可以 feel 到。我从那一天我就一直在称赞我说他们很有品味。大家看他整个工作坊是不是？当然因为是在家里嘛所以就是所谓的屋子里 ，OK。那么整个的那个氛围就很温馨，但是温馨的来呢，大家注意到吗？他们的这些打光，这里整个光线，包括他们选用的窗帘，他们的一些小细节 ，OK， 简约，但是却整个就很大气。所以我就讲不可以，如果他们这么美的工作坊然后这样子的香味如果我只是把他们的产品拿回去我的 studio， 我自己这样子吃的话呢，我觉得很对不起观众朋友。大家看他们的就是干净整洁，很注重卫生，然后什么都是老板娘亲力亲为。所以问一下你们我记得上次来你们有跟我讲你们的
三大天王是吧？我跟我的观众朋友讲三大天王。对，我们三大核心产品。我的第一个 baby 就是我的娜娜酥，就是你们的所谓的黄梨饼啦。然后还有就是牛油饼跟我们的黑巧曲奇，黑巧曲奇是最新的，就是去年11月才推出的。那么你们是开始做是从这个你们的娜娜酥开始先，还是一来就推出这3样？没有，一开始只有娜娜酥吧。是创业的时候是吧？对，而且我原本就是只是想要做娜娜酥吧，因为我想要专注，我觉得做一样东西要专注才会做到就是更好，可以做到最好这样子。一开始也没有想要做这个东西的，我以前是就是白领来的。然后因为 COVID 嘛，那个时候对这个世界啊，对人生观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然后就孩子还小嘛，那个时候其实是要很大的勇气的。为什么？因为那间公司我做了已经接近13年了，算是条管，算是。然后对。然后就出来了之后，原本想说休息的 COVID 这一阵风波过去了之后，还想要出来再找工作。但是在这个期间，因为没有找工作期间就休息嘛，休息就自己做东西，就是做吃的啊什么这样子，然后自己吃，然后也送朋友吃。朋友就说，哎，反正你没有工作嘛，你就做来part-time卖这样子咯。我讲卖，我的朋友圈子很小，我讲也没有什么人会要跟我买。算了吧，他讲会的，这样好吃，应该会有人买。我讲是你给脸这样子咯，因为口味的东西很个人的嘛，我觉得，对不对？我们喜欢不代表其他人也喜欢，所以他这样子讲过，我就讲说 OK 啦，试一下咯，就朋友介绍朋友这样子，就这样开始了。那因为我上一次来要拿 sample 的时候呢，那当然哦，Ocean 跟汉就立刻请我吃他们现做新鲜出炉的那个娜娜酥，跟他们的那个2个 cookies。然后我吃了过后呢，我就觉得，果然跟我平时吃的不一样。什么叫平时吃呢？我的大姐每一年过年都会做黄梨饼，我们马来西亚啦，我叫做黄梨饼给我呢。那么我吃了过后，OK， 当然就非常好吃，很爱。然后台湾的凤梨酥我也吃过，可是我吃到他们的真的是不一样。所以呢，当然我今天就不由我来讲了，我觉得就直接由他们2夫妻跟大家讲一下，其实为什么你们的会跟人家不一样。我自己讲不算啊，我是讲顾客的反馈，他们的意思 feedback 就是说，他讲牛油很香，就是那个饼皮很香，然后他们吃到那个果肉，就是里面的馅料是可以吃得到那个纤维，那个果肉，然后带酸，我觉得是酸甜适中。其实因为我们要 depends on 每一批来的那个黄梨的成熟度，对，有些时候会偏酸，对，会比较甜，但是它不会甜的，怎样都不会甜的，因为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低糖为主，对，是以健康为初心，就是要做这一个品牌的时候，我们想说希望人吃到，因为很多人觉得，吃这个东西大家吃太多啊，会不健康。对。当然我没有讲说牛油一定很健康，但是比起很多，比如讲青椒牛油啊，是这些，这样牛油相比来讲就健康很多这样子哦。是。这样，你刚才有提到那个台湾凤梨酥嘛，或者是其他的那些黄梨饼还是怎样？有什么不一样？其实你应该分享给观众朋友知道，说你吃到那个你觉得不一样在哪里嘛，对不对？其实 ，OK， 然后当然很多的顾客反馈回来给我知道是说，哇，真的是入口即化，是，所以我讲对，不是假的。Exactly， 因为客户的反馈其实它才是最真实的。是，对，所以我就我谢谢他们让我知道这样子，因为其实顾客的 feedback 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然后很讲很宝贵，说了一件很宝贵。哇，Ocean 很厉害啊，他把那个球踢回给我啊，所以确实真的，我要补充一下当天我这样子吃的时候，是不是我就跟Ocean跟汉讲，我讲
除了他们入口即化的这个感觉之外，真的他刚才讲到一个重点，它就不是死甜。有些黄梨饼真的是就是一个甜，而且你刚才讲到那个纤维也是一样，吃下去就是吃一个很甜的糕饼咯。它没有感觉到，因为没有那个黄梨的那个纤维嘛，对，黄梨的那个独特的香味，这个很重要。我第一次吃到正宗台湾凤梨酥的时候，我才明白哦，原来黄梨就是我们马来西亚叫黄梨，本身就有很多不同层次的香味的，就是你本身拿到的那个果，它的果肉自带的香味。对，台湾凤梨酥还有就是他们有一些是他们有产冬瓜啊，是。他们配方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一道的拿酥是 pure 黄梨，就是纯黄梨。对，不可以我们提到就是说可以吃到那个层次，就是说当一口咬下去的时候，先尝到那个饼皮的很香的味道，是，再吃下去就吃到黄梨清香味，对，清香。所以他们就会说根本停不下来那样子，他们的反馈我觉得是更真实。对。而且你就会有满足感，对吧？讲到满足感，今天早上有一个顾客来拿，因为他订了，还蛮多个礼拜的，数目我们就不用讲了哈。我就叫他检查，因为数目很多嘛。我讲你要检查这样子，他讲不用。他讲说你的东西我是相信你，就很简单的一句话，但是就给到我一个很大的，讲啊，听到我很爽哦，很开心哦，就是一个爽字，爽哦。所以刚才欧宪你讲到那个爽字是不是？其实是源自哪里？我刚才听了过，我就很有感，因为熟悉我的观众朋友，你们经常都听我讲，一个人做生意尤其是做吃，用心，客户一定会感受得到的。这个又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刚才讲了为什么我会来拍，因为我从踏进这一个门口，从他们的整个装潢、他们的态度、他们讲的话，我看到他们对他们产品如何去 process 到它装罐、包装等等，我就是深深感受到了用心。很短时间罢了，我就 feel 到这一对 couple 是真的是在用心在经营的，他们对他们自己的品牌，对他们自己的产品，真的是全心全意的投入下去。来，杰森，这个刚刚出炉的，你试一下。OK， 有口福了。可以感受到那个余温吗？哇哦！而且重点很香。OK，Thank you。大家看，是不是跟一般我们印象中马来西亚的黄梨饼是不是有一点不一样？首先它跟我的姐姐们做的确实就是不一样了。这个是Ocean的娜娜酥，忍住啊，你们一定要试。大家知道我刚才要这样子了吗？入口即化，不用咬，那含在里面取出，马上那个饼皮它的那个香味先在你口腔散开来，然后慢慢用那个舌头去含一下，去给它抿一下，然后那个娜娜的味道就慢慢散发了。最重要，这么说吧，之前没有遇到Ocean特地去讲之前，我就不会去 appreciate 到它的那个纤维，去 enjoy 到咬到它那个黄梨纤维，是真正吃到黄梨的那个感觉。这个就是我每次讲的层次感，吃东西要有层次感。所以，嗨，老板娘，真的好吃耶，老板娘。谢谢，就是合你的口味啦。合我口味。你看，果然很嘎我不是每次讲确实真的，Ocean他也很明白这个道理，不是好不好吃，是合不合我们的口味。杰森，来试一下我们的这个刚刚烘好的这个黑巧曲奇。Yes 啊，来，你想要哪一片？我拿给你。你帮我选一片最美的，你觉得？果然，我也是瞄到这一片。这么巧。OK， 在我放进嘴巴之前
首先要你跟大家讲一下你的这个的名堂，怎么你会开始做这个的？黑巧曲奇，就这个才start不久罢了。像我刚才跟你讲的，是因为我儿子他要求我做，因为他想吃，所以我就做这样子咯。结果做出来，还挺不错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巧克力也是会有很多人喜欢，对，就试着卖这样子，结果还卖的还挺不错的然后我们用的是78%的那个黑巧克力，chocolate chips。说它没有到98%，对，因为也不是每个人可以接受啦，有时酒生会真的会觉得太苦啦。就是我觉得，虽然我们是低糖，我们讲不吃甜，甜品还是要甜。当然，对，那我们就甜甜的。是，对，因为甜品是什么？甜品是吃了是开心的。对 ，exactly。要苦的新年。对。虽然我不是卖年饼。重点是真的很香，我记得你跟我讲过哦，刚才我吃的是拿纳酥嘛，现在吃的是这个巧克力嘛，它的那个所谓的原味的，它的牛油饼一定是最后，怎么呢？那是你跟我讲过的。因为它是纯牛油，然后那个牛油香味太香了，它会覆盖了你整个嘴巴的那个怎样讲啊？那个味道会整个覆盖掉，所以你吃了那个牛油饼，你会吃不到拿纳酥的那个那个程度。是，因为它太香了。你们看到吗？你们看到几兴奋，几自豪，看到吗？没有，是真的，真的很香。我跟大家讲，但是它看起来很不起眼，因为我们没有很多很华丽的那种我们没有说去做很多花样这样子。所以我们是很简单的，我们要的就是那个实而不华。Exactly。不懂收到音吗？也是咔咔声。好吃吗，Jason？好吃吗？一个字，脆；2个字，爽脆；3个字，香爽脆。我这样讲话哦。没有，因为真的，我们也知道，这 cookie 要是它不脆，所谓的酥啦 ，whatever they call it， 对不对？它就没有意思了，对吧？是属于酥脆。对，就是酥脆，所以这个它的那个脆度是一定要有的先。然后那个爽是什么？爽是口感。各位，我的牙齿其实不算是很好的，所以我会很担心吃到那些比较粘牙的东西，它会塞在我的那个牙洞，不是牙缝。所以经常我吃了那种时候，要是我没有办法立刻刷牙或者是漱口的话，就会很痛苦。因为巧克力它必定是属于也是有绵密感的东西来的，对，它也是有粘性的。可是它的这个吃了过后，那个嘴巴不会很辛苦，然后那个香味，我跟大家讲，不用讲，它的那个香味哦，它是慢慢在嘴巴里面。你看，我现在在讲话哦，那个巧克力味哦，一直在嘴巴里面，一直在那边，我们叫做回荡不去的那种感觉。爽，所以呢，接下来第3个就是牛油饼啊，牛油饼，大家你们要是不买回去自己去试尝那个香味的话呢，等一下我吃给你们看，你们就知道；不买的话呢，是你们的损失。拭目以待。现在他们在忙的时候，我也不放过他们，因为我还是很好奇，因为我讲过嘛，我真的是很希望把他们的那个创业的那个心路历程跟大家分享一下。所以现在我想问，这一路上走来，你们有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啊？然后你们是怎么样一路走过来的？其实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应该是，因为我们以前是没有创业的，我们就是打工的。从打工的身份变成一个创业者，其实这个我觉得是最大的挑战了。因为打工的时候，我们通常只是有对和错、黑和白两方面罢了。对。但是当你创业的时候呢，就很多东西了，它不只是对和错，或者是黑和白，不是这么简单。那它会有很多可能说客户的这些就是情感链接啊、人情世故啊，这一些都要考虑在内。然后以前我们做工，如果说自己做对了，人家有什么问题或者人家的事情，我们就会直接怼回去。但是在创业上面呢，就很难的，会顾虑到很多，这个我们要想办法让顾客开心，对，让顾客可以接受我们的东西，是，所以就很多方面，是，所以因此也会有很多顾客一开始的时候给到一些可能比较不好的一些 feedback， 那我们就会很受伤。
哇，你们就会在那边内耗，可能2天3天，一开始真的没有办法适应过来，慢慢的从中慢慢的学，慢慢的之后就觉得现在好很多了，现在强大了，比较是，就磨练出来哦，什么东西都是磨出来。就是要时间。资金那一方面呢，我知道资金是我们大家很多人哦，外面一听到创业，资金钱，怕把积蓄全部用到完这样子。你们怎样有面对这一方面的问题吗？当时刚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样去度过？肯定是有的，因为我们2个也没有说人家的那种很长的一个计划才来创业的。我们也算是无心插柳的那一种方式，就是说，大家觉得这是一个机会，那我跟他就觉得我们就开始吧。那也没有说很好的去准备一大笔的资金或者是什么，所以我们就贸贸然的，其实就有点贸贸然的就开始就创业了。所以在那方面呢，就会资金上面时常会碰到一些问题。但是好的就是我们都有办法，都想到办法帮他解决，继续的往前。其实也刚好遇到天时地利人和。算是。如果想得多，我们就不会创业。说实在的。Exactly。我不懂你们有跟我一样的这样子的感觉吗？其实到最终，我们就只是心存感恩罢了，对吧？是。是。一定要心存感恩。真的。这个很重要。大家在我如果有看过我一个视频，我讲过，其实我们人生一路上的问题走过来所有的东西它都是解决眼前的问题罢了。遇到什么问题就一步解决，就没有去想的，对不对？有一个问题解决了它，下一个再解决，结果今天就是一个新天地了，对吧？又是一个新的里程碑。我觉得是这样的，你要先去做，可能做的不是这么完美，不是这么好，但是你先去做，有什么错我们再来改进，这样才有可能往前走。你每天坐在那边就想，我一步要到位，一次就要做到完美，我觉得是不可以的，不能这样子啊。真的。难呐，这样是。不可能一步到位的。对，永远就不会踏出那一步，因为其实说实在的，创业之后才发现，其实很多东西不可能会有完美，不可能会有100%的这样子的。只是拍到这里我都已经很心满意足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刚刚他们2个分享的这些东西，我相信对于即将创业或者是正在创业道路上正在努力着的朋友我们大家都可以知道，其实大家都是遇到同样的问题，但是大家都是这样一路走来的都不容易，可是一步步走下去，总会看到好的结果。其实我们主要也是很感恩，也要谢谢那些一路支持我们的那些顾客啊，还有我家人啊、朋友啊这些，without他们真的我们哪里有这样的动力？来，最后试一下我们的牛油饼。终于等到了。好了，大家看它的颜色。我跟大家讲真的它很美啊，很滑来，起身试一片。OK， 新鲜出炉啊！放进嘴巴之前，再来，我先跟大家讲一下你最自豪的那个香味啊。最自豪啊！你刚才讲的嘛，就是这个真的是一吃进嘴巴，就其他的味道全部盖过去了。它是很好的牛油，很优质的纯牛油，所以当你吃下去的时候，我不用讲，你就会知道这个是很好的牛油，是不用讲的。每一次顾客讲要带 sample 时，我不会说给他们吃凤梨酥或者是 chocolate cookies，我让他们试的是先试这个先，因为他们试了就会知道我用的是什么牛油。对，因为不管是哪里一样。那个牛油是它的基本，对不对？因为我们做的全部都是都是跟牛油有关。对。所以牛油很重要。OK， 放嘴巴也是不用咬的，各位，完全不用咬，也是用那个舌头去撩它一下，慢慢抿整口
都是那个牛油的香味，很香很香，真的很香。这一个我跟大家讲，很大的问题是什么？你吃一片你嘴巴就不想停了。我觉得我就跟欧先讲了，要是这个你给我拿一罐在手上我讲几句话，我相信我整罐就应该吃完了的。哇！我也想数手指，因为哇，很爽很香。各位，对不起，我没有办法把它的那个味道呈现给你们看，所以你们自己联络Ocean当然照样我会把他的那个联络号码也放在那个影片下方，大家去点开他们的 Facebook 他们的 IG 他们的联络号码，直接跟他们下定。两位，我觉得我也答了你们够了啦现在我想问你们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很好奇，因为你们搬来这边嘛就是一个新的一个里程碑但是长远来讲呢，接下来一到这一个它的方向，我很好奇你们的两个的想法，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分享一下吗？老板你讲吧。其实我们在创立一道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很大胆的想法 ，OK， 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想法。OK， 我们是希望把一道打造成一个马来西亚比较出名的一个伴手礼品牌，就是说，外国人来到马来西亚，他是希望说带一点这边的特产回去，好像我们去台湾也希望带台湾的凤梨酥回来，对吧？对。去印尼想要带那个龟拉比回来，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可以把一道打造成这样的一个品牌。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呢，我们的定位就是说，我们是一个伴手礼，而不是一个年饼。很多人一直说，你们在卖年饼你们有什么年饼是。有龟咖啡吗？有那个你们有翻火饼吗？有那个什么那个什么牙菇饼对。这些东西其实我们都没有，因为我们主要的就是说这些产品是可以比较代表南洋风的马来西亚味道的，然后呈现给外国的一些这些游客，对，这样子，这个是我们比较想要做到的。接下来对，确实，因为你们的整个包装这样用心是作为伴手礼买来送给朋友，我都会很有面子。这是重点。这个就是我们想要做到的东西。所以我们在包装上面或者是设计产品的这些，都以比较精致、比较怎么讲呢？比较可以呈现出来，让人家看到比较舒服，那比较感觉比较大气。大气，对，是。既然你讲到这个，我刚才有提到嘛，我是被你们的那个 logo 吸引到的。这个 logo 是我们为什么会取名一道？其实它背后是有一个蛮怎么讲呢？蛮特别的一个故事。那因为我们这个产品，第一个产品这个凤梨酥呢，它的那个配方，我们是来自一个一个马来婆婆那里拿到的。对，那么它已经是第二代，所以就是说这个配方呢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了。但是他给我们这个配方的时候，他就是一直提醒我们，你们要用这个配方没问题，我可以给你们，但是有一个条件。那我们一开始以为是一些回报，其实不是，他只是很简单，他讲说你们就真的要用很好的黄梨来做，才可以做出这样子的好味，就是好的黄梨酥就是拿那酥出来。对，所以从那边开始，我们就一直沿用那个配方到现在。也就是一直沿用他所说的好黄梨，就是说，他们是不用任何的农业化肥，也没有任何的那种激素的那种黄梨，而且它的我跟这个农夫买的呢，他是连那个除草剂他都不用的，如果有野草呢，他都是用手棒这样子，所以都是以健康为主啦，然后也符合马记的理念呢。所以后来，但是很不幸的，后来马记因为我们认识他之后1年多，他就不在了。OK。所以我跟他就觉得说，这个是如果我们要做下去的话，就变成是我们对马记的一道承诺。My God， 我起鸡皮疙瘩了。对，所以也因为我
一道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就是说一起的意思。是和我太太一起创业。哦，比如说拿承诺啊，或者有人讲说，如果你们没有拿一诺啊这一类，去拿一道，就是把这两个事情结合起来，所以我们取名为一道。我的天 ，OK， 各位，我真的是起鸡皮疙瘩了，各位。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公司这个名字的来源。哦，哇，非常非常有意义。对。他刚才有讲到那个马吉有讲说一定要用很好黄梨嘛，我觉得这个也是其中一个特点。是我们娜娜苏的一个主要的特点，为什么人家知道？也是有人问，你的黄梨酥啊，做什么啊？每个人都讲这样好吃，就是有 customer 就是 enquiry 的时候，真的是非常感动。我讲的感动，我说起鸡皮疙瘩，是因为我很肤浅因为是食物嘛。所以我看到一道，我会觉得是一道菜肴，一道美食这样子的一道然后刚才阿汉这样子讲了过后，我立刻会想到，哇，这个一道承诺对不对？然后再加上他们是一道努力，就是一家子，这样子就整个很温馨。最主要是我感受到了他们对他们的品质的坚持跟注重，除了是对客户的承诺，原来也是他们对那个马吉的一个承诺，就是要把马吉的坚持跟他的精神延伸下去、延续下去，这个很重要。就我感性一点讲啦，对，我觉得马吉在天之灵也是绝对是欣慰。因为同样的，我相信就是你们现在在创业一路这样子走下去的话，是吧？总有一天你们也会退位，你们也要退休。如果是你们辛辛苦苦做下来的，你们也会很希望把马吉的这份精神，加上你们自己的精神，一道的精神，你们也会很希望把它传承下去，发扬光大。那我也觉得，我也就趁机为今天的影片做一个总结。今天我想要借用他们创业的故事跟大家分享他们的精神，但我没有想到竟然有这么大的一个 surprise， 通过一道这个品牌竟然可以给到我相信同样也给到各位观众，这是最好的一个启发。做生意为什么我经常讲的，尤其是做吃一定要用心。当一切都是从心里出发的时候，连他们取的名字他们都不忘本，他们还是怀着感恩的心，他们要把马吉的这个精神的这个坚持延续下去，进而就代表了他们是对他们的那个客户的一个承诺的一个用心，一个保证，品质保证。所以他最终回到来真的，他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信念所以我真的是衷心佩服啦。我衷心佩服，我是觉得做生意谁不会，创业谁不会，对吧？但是要做得好，做得对得起自己所以同样的，然后把最好的呈现给客户我插一下，我相信肯定有人讲过价钱，对不对？我的意思是指，我明白的，我们卖任何的东西，不管你卖的几贵几便宜，都有人 complain 的。其实肯定的啦，不管我们在定什么样的一个价位，都会有顾客讲说，你们卖到好像比外面的贵啦，什么啦都会有。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是因为我们成本在那边，因为我们用的确实都是比较，就是确实是上等的材料，包括黄梨都会比一般外面你可以买得到的价格来得高。所以我们的产品呢，其实是比较在意是成本来定价，而不是我们自己想要卖什么价钱这样子。所以但是我是觉得说，大家可以试一下，试了之后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其实是值得这个价钱的。对，也就是因为他们要延续马吉的那一个理念 ，quality 是一定要放在第一位，要对得起客户，也要对得起马吉，所以他们对他们的那个原料，他们不能够妥协。通常新年前1个月到1个半月，我们就已经是结单了，因为没有办法再结，然后黄梨也不够。我记得去年也是同样的情发生，就有一个他应该是订了，他吃完了，订了好几罐，他吃了之后他就打来，Ocean， 我还要再订可是我刚才说了真的是没有了，这样子他讲没有黄梨了，我买黄梨给你，我讲 sorry 我不能用你的黄梨，因为我们要对吧？对。
就是这样子。今天总之整个过程我都是很享受的。我跟他们讲来这边拍除了看他们这么认真、这么用心，然后整个环境这么好之外，因为也是临近过年他们这个红咚咚的这些东西都让我感受到很好的新年气氛所以那最后呢，当然我想要由他们亲口讲，这么好的东西要怎样才可以找到跟你们买？我们的产品可以直接就是 social media 到像 Facebook、Instagram、小红书，或者直接 WhatsApp 我们都可以。然后记得是一定要预定，跟我们来我们的工作室买一定要预定，因为我们没有现货，我们是真的是注重那个品质，所以我们不想要就是做到多放在那边。食物嘛，都是要新鲜吃才好吃的，是不是？然后还有我们有几个寄卖点，老板你来讲讲。我们有寄卖点在 Cheras 的又有顺德私房菜，然后在 KL 有那个芝麻糊大王，然后 ICC 布鲁附近一个芝麻糊大王卖糖水的，很出名的。对，然后还有一个是在 Star Hill 里面，成品。OK， 里面有一个小的位置是他专卖那种手做的，对，因为你们的也是伴手礼嘛，对，手做的，然后还有一个是在 SS2 的那个点心店，黄品点心店，也可以找到我们的产品，是，对，但是我们在这边给大家知道一下，就是每一个寄卖点的它的那个包装有可能不太一样，就是说不是全系列的包装都会可以找得到，明白。每一个地点还有他们的顾客群，他们比较喜欢的那个，我们就会做，就是配合他们啦。是。所以如果想要买特定或者是说全系列的这个包装，就要回到我们这个工作室这边，可以明白直接下单。所以大家也知道了哈，就把它讲得很清楚了。当然，他们刚才提到的所有的那些 Facebook 的那个 Instagram 所有的链接，我会放在影片下方。最重要，我跟大家讲的啦，今天来是分享一个故事、一个精神一个信念 ，OK， 跟一个态度。最主要是它的味道的话，我没有办法通过这个视频让大家知道，大家自己亲自买来试，不会后悔的。好了，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欢迎订阅、点赞、分享。那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